临时居留权申请递上去，领事馆立马就能贴签，然后你飞到境内任何有移民局的城市，就可以直接换卡了，1年到期直接续3年，然后就能拿永居绿卡了。最关键的一点，从邻居到永居完全没有移民间。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有这样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该国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近年来已经快速攀升到了全球第15位，人口总量位列世界第10。基于本国地理位置、旅游资源、人口红利、产业优势等等，欧美权威机构分析该国将在20年内成长为全世界前5大经济体。而且这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更是位列美洲大陆第1位，国际访客数量排在全球前10，年度访问数量高达4215万人次。现在更是凭借 USMCA， 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吃尽美国和中国这2个超级大国贸易战的红利。这些惊人的数据，居然是人们想象中的犯罪国度墨西哥，您震惊了吗？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在不知不觉中，墨西哥已然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啥？墨西哥？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蹦出偷渡、黑帮、毒品这些概念？没错，这些现象实打实的存在。但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要带大家穿透这些负面印象，来揭开一个只有金字塔尖的人才知道的墨西哥惊天大秘密。该国的居留权申请门槛低至$53，4年临时居留卡可换永居绿卡。最关键的是，全程完全没有移民间。当然，当您拿到绿卡，满足一定的居住要求后，还可以直接换这本仙人掌国护照，免签158国。这些新概念对很多朋友可能太过有冲击力，先让我喝口水缓缓。完全理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赶紧认识一下这个老墨国度和能让你重置人生的机会。Let's get into it。墨西哥前总统有句名言：“我们离天堂太远，但离美国太近。”是的，这个国家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一听就比较纠结。绝佳的地理位置，却有着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墨西哥北邻美国，南接危地马拉，以及我们前不久刚刚视频介绍过的伯利兹。是美洲地理、经济和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6日，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的一位信誓旦旦要和犯罪组织斗争的市长，刚上任不到1周就被刺客谋害了，充满了现实中的大片即视感。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国领事馆，都把墨西哥列为中风险国度的国家。就连戴着小红帽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特朗普，也曾专门建墙来封堵从墨西哥偷渡来的非法移民。墨西哥的治安问题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但是作为已经2次亲身到达墨西哥国土的我来说，我想用自己的真实经验告诉大家，尽管这里部分地区有着某些特定的潜在危险，但它更多的地区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充斥着无数的机遇。只要技术到位，咱们就可以点石成金，还能保障安全。就拿市长领了盒饭的格雷罗州来说吧，虽然它以暴力犯罪闻名，但它同时也是著名的度假天堂阿卡普尔科的所在地。每年有50到80万的美国游客都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享受美丽的海滩和疯狂的夜生活。不仅如此，在2023年，墨西哥接待了超过4200万境外游客，同比增加10%。其中，美国游客数量超过了1350万人。加拿大游客也超过了250万人，像坎昆、洛斯卡波斯、墨西哥城也是游客们最爱的旅游目的地。在2023年，有超过1000万人坐飞机去坎昆晒太阳，230万人去洛斯卡波斯看海，还有420万去墨西哥城体验大都市的生活。我自己曾自由行到过坎昆看海，也亲身深入墨西哥南部热带雨林寻找玛雅金字塔，走过、路过、看过。爱过，绝对没有错过，也决定不放过。墨西哥给我实打实的印象就是气候温暖，当地人淳朴热情，经济看起来却是马马虎虎，但是比起来绝对没有像是美国芝加哥、底特律、巴尔的摩部分街区的那种第9区惨状。
数字不会说谎，每年有那么多有钱的、最在乎生命的美国人、加拿大人，犯不着拿着自己的小命儿冒险去墨西哥耍了。我不否认偷渡、黑帮、毒品充斥于墨西哥很多地方，但是这里的人民同样更多的是热情友好，在更多的市区和地区是非常安全、宜居且物美价廉的。所以，像是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只有真正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能拨开新闻里的危险迷雾，发现墨西哥身份的实际价值。身份价值一：成本低，居留身份门槛超亲民，还没有移民监。首先，我们看看离我最近的墨西哥领事馆。墨西哥驻美国底特律领事馆官网关于临时居留权的要求：过去12个月银行账户月均余额不低于72447美元，或者过去6个月收入不低于4346美元，申请费53美元。就这些了，临时居留权申请递上去，墨西哥领事馆立马就能贴签，然后你飞到墨西哥境内任何有移民局的城市，就可以直接换卡了，1年到期直接续3年，然后就能拿永居绿卡了。最关键的一点，从邻居到永居完全没有移民监，也就是说，你拿到卡后可以当天飞走，也可以一直住到居留权到期，不需要开公司，也不用买房，更没有大额投资要求。身份价值2：实用。墨西哥邻居永居和护照作用很大，不像一般的小国护照，仅仅是拿到了一个身份，既不宜居，出行也各种受限。这里的临时居留或者永居绿卡有啥用？想打工没问题，想买车买房随你便，想开公司做生意来吧来吧，想打工丰富阅历当然也可以。等等，还没完呢！持有永居绿卡累计满5年，5年中最后2年居住满足18个月，参加个公民考试，嘿，护照就到手了。这考试嘛，很简单，就是问问你喜欢玉米卷还是玉米饼，答对了就给你护照。一旦你拿到了墨西哥护照，那可就开启了环游世界的超级模式。这护照简直就是旅行界的万能钥匙啊！想去加拿大6个月随便玩，想去欧洲英国6个月，欧盟德法意瑞3个月，想去哪就去哪。南美东南亚随你挑，日本韩国香港澳门3个月随便逛，新西兰也是3个月。有了墨西哥护照，你就像是拿到了环游世界的通行证，158个国家和地区随便跑。价值3：自由。全球中转站，激活你的世界公民身份。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墨西哥居留权是一个比墨西哥国籍更为神通广大的存在。尤其是当你拥有了一个只承认单一国籍的护照时，配上墨西哥居留卡，以墨西哥作为中转地，激活你的 N 层身份。多个小本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收藏起来。想象一下，哪怕你只有一张墨西哥临时居留卡，你也可以买上一张直飞机票，用本国护照搭配居留卡顺利登机前往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之后，直接电子通道刷卡入关，然后再换个身份买张机票，继续下一段的旅程。因为在墨西哥没有移民监，这张临时居留卡，哪怕你只在当地待1天，也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所以，各位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的老铁们，墨西哥永居卡将是一个完美的选择，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算暂时用不上，都完全可以先办理了，备在那儿。记住，有了这张卡，你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是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了。全球人的多重身份，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价值4：躺平，经济实惠的居住环境，安全宜居的生活氛围。说到在墨西哥当地生活，其实根据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们在墨西哥生活的全球人朋友的深度了解，只要不乱跑、不炫富、不露富，就没一点问题。No 作 No die， 你非要豪车名牌大金链走在街上鹤舞16的，那确实上帝也救不了你。而且墨西哥经济实惠到颠覆你的3观，10美元不到就能够买1公斤的墨西哥湾大虾。200多美元就能够在市中心租个2居室，水电还有补贴，网费1个月不到20美元。这要搁在国内1线城市，怕是连个厕所都租不到吧？如果你正好住在墨西哥境内某个美极了的海边或者高原，给每家雇主远程工作，赚美元加元花比索，以后随便去哪儿都感觉是免费的。住在墨西哥物价亲民、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的环境中，与北美完全没有时差，有需要时随时出差纽约、洛杉矶、多伦多、温哥华。虽然墨西哥的生活还不像中国或者美国那么智能化，不过 Uber Eats、DoorDash、美团、饿了么这些 App 也在逐步的完善中，进步神速。
兄弟姐妹们，要知道这里的气候可是一年四季都宜人啊！再加上墨西哥人热情爽朗、乐于助人，一周一个 party， 让你体会到什么才是 happy life。安全问题咱们还是多讲点，毕竟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这里分享点安全小贴士：从早到晚拖鞋背心，又凉快又炫穷，涂个防晒就出门，没必要化妆美容，这叫拥抱自然，怡然自得。一个便宜点的手机在外边用，丢了就丢了，好手机留在家里，安心的上网冲浪，坐观全球动态。心在局中，身在局外。在墨西哥生活既省钱又舒心，这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何以比拟？这不比996-007强多了吗？每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享受过的人生才叫人生，不至于到老空留遗憾。这一张墨卡就叫价值人生。感谢看到这里的你，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希望你可以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这将是我们推出更多视频和精彩内容的根本动力。回到重点，那墨西哥居留权怎么拿呢？前面有提到墨西哥居留权门槛超亲民，而且没有移民监，现在详细给大家讲讲这张墨卡怎么搞。一，在领事馆办理临时居留签证，落地墨西哥换卡。二，凭借美签等发达国家身份证明免签入境墨西哥，落地后申请居留权。由于落地后直接申请居留权的变数非常大，我们今天只讲领事馆出签，然后落地墨西哥换卡的主流方式。步骤一，预约递签，快的1-2周，大多数1个月左右递出，偶有特别慢的情况，也可能等上几个月。如果你在最近的领事馆抢不到号，不妨换一个领事馆来申请试试。步骤二，递签，大多数领事馆居民签证当天递签，当天出签。步骤三，前往墨西哥，落地墨西哥后，第二天早上6点就去移民局排队，中午12点就可以手里拿到绿卡，下午就可以自由出入境了。步骤四，续卡。如果你拿的是临时居留，第一张卡有效期1年，1年后去续卡，第二张卡有效期3年，4年后就可以去换终身卡了。第三张卡是终身绿卡，有效期终身有效，无需换新。拿了墨西哥护照，这张卡依然有用哦。OK， 那么重难点来了，世界那么大，我究竟应该到哪个墨西哥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申请出签呢？又要在墨西哥境内哪个城市的移民局换卡呢？今天的视频暂不揭晓，希望大家点赞、点赞、点赞，关注、关注、关注。我们以大家的热情为动力，快速制作对应视频，那可是我自己和家人申请墨西哥居留权的亲身经历哦。有朋友会问，能否一步到位拿墨西哥永居绿卡呢？ Yes， 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你得是退休人士。我同样以我所在的墨西哥驻美国底特律领事馆为例，过去12个月银行账户月均余额不低于$289,791美元，或者过去6个月月收入不低于$7,270美元。申请费和临时居留一样，也是53美元。拿卡步骤也和临时居留基本一致，的区别就是你入境墨西哥后，在当地移民局直接领取永久居民卡就好。这张卡是永久有效的，就不存在续卡一说了。OK， 要是你觉得临时居留和永久居留绿卡还不够刺激，那咱们就来揭晓怎么入籍拿护照。首先，你得在墨西哥待够5年，这5年里，你可以是临时居留，也可以是永久居留，反正得凑够5年。但是，想入籍光握着卡是不行的，你得在最后2年里实打实的在墨西哥住满18个月。最后，你还得学会西班牙语，不是随便说2句 Hola gracias 就行了哦，人家可要考你的。最后还得通过历史、地理、文化考试，兄弟们，这可得下点功夫，得好好学习学习墨西哥的那些事儿。不过考试这东西不是咱们国人最擅长的吗？别的评比也就算了，刷题还能难倒谁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墨西哥不只有美味的 taco、香喷喷的鸡肉卷，还有让你斩获居留权，甚至公民护照，获得重置人生的机会。只要你有决断，又有点小积蓄，再加上一颗冒险的心，墨西哥的大门就会为你敞开。全球家人们，我将再一次以身试险，亲测墨西哥的密码。想和我一起去墨西哥闯一闯吗？ OK， 如果你已经对这个国家的身份有所期待，能为你派上用场，那就不要犹豫，立刻联系我们，我们专业的团队随时待命。关于墨西哥身份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看了今天的视频，如果你也对墨西哥居留甚至护照感兴趣，想要进行相关配置，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咱们一起研究研究。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别错过更多关于移民旅居的劲爆内容。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